有缘人，再过一天就是蛇年了。往年你可以不在意，但明年的蛇年那就真的是非比寻常了。2025年可是120年以来最特殊的一个蛇年。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，龙的最早投胎就是蛇。蛇和龙在形象上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，所以蛇年也被称之为小龙年，它象征着智慧、神秘和吉祥。在2025年这一年有2个立春，也被称之为双春年，象征着双倍的生机和双倍的福气。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，那就要再等一个甲子，也就是要再等到2085年了。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老祖宗留下来的话：元旦3不空，不受穷，不受困；元旦3不动，好运来铺路。这可是古人传承了1000年的文化，字字珠玑。在茫人海中，你能够刷到这条视频，那只能够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。如果你还能够耐着性子把这条视频看完了，我敢保证对你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指导价值的。你只要把这个影片点个赞，然后在评论区留下蛇年安康4个字，到时候你就知道在2025年你是如何的好。相信语言的力量是很强大的。我先来跟你们说一下3不空是哪3不空。第一是家不空。老话说元旦大如年，人间小团圆。元旦和除夕一样，都讲究的是合家团圆。在元旦节的晚上，不管有什么事在忙，家里面都不要离人，因为家是人的根，只要家不空，人就有归处；只要家不空，人就有盼头；只要家不空，人更有力量，生活就没得过不去的坎。第二，元旦的钱袋子不能空。元旦节恰好是开年的第1天，这个时候家里面的钱袋子一定要装上钱，它意味着来年有钱，就能够过上一个欢乐富足的蛇年。如果这个时候钱袋子是空的，那就意味着一年的开始没得一个好的兆头，接下来的一整年就不怎么样了。第三是锅不空。民间有句俗语，动不动就会说家里面穷得揭不开锅了，所以我们在元旦节那一天，锅里面一定要放一些好吃的东西，叫压锅，寓意是家有余粮，丰衣足食，心里不慌。其次咱们再来说说是哪3不动。第一，家中不要动怒，福气自然来。元旦新年开始，在这个2025年的第1天，千万不要动怒。要知道怒是心头火，火烧功德林。在家里边若是常动怒发脾气，那温馨的氛围就会被破坏得一干二净。家人之间难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，可是一言不合就发火，只会让彼此的关系越来越紧张，孩子也会变得胆小怯懦，夫妻之间也会心生嫌隙。而当我们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，以心平气和的态度去沟通理解，家就会变成温馨的港湾，
心平气和地去说话，和颜悦色地相处，福气就会悄然而至，家庭也会充满欢声笑语。第二，元旦当天要多说吉祥话，少抱怨，怨气就像是一个毒瘤，会在家中不断地蔓延，遇到点困难就怨天尤人，只会让家里边充满负能量。工作不顺心，别把怨气带回家；生活有挫折，别对家人发牢骚。抱怨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，反而会让家人的心情也会跟着沉重起来。与其抱怨，不如积极地想办法应对。家人之间相互鼓励，共同克服困难，这样的家庭才会充满阳光，日子才会越来越好。第三，家中不动欲。元旦时节，亲朋好友齐聚一堂，切莫相互攀比，欲望太多的人就会迷失方向。在家庭中，不要过分地追求物质的享受，不要盲目地与人攀比。房子构筑温馨就行，不必追求奢华；车子能代步就行，不必追求名贵。欲望过重会让家庭有非常沉重的负担，也会让亲情变得淡漠。知足常乐，珍惜眼前所拥有的，一家人平平安安，和和睦睦才是最大的幸福。同时，明年的蛇年有3大特点。2025年是乙巳年，乙巳年是每60年才出现一次，上一次是在1965年，同时也是100年难得一遇的金蛇年。在古代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中，乙在五行中属木，对应的颜色是青色，巳对应的生肖就是蛇，所以乙巳年又被叫做青蛇年。小龙年，为什么蛇年又叫做小龙年？相传龙的形象最早是由蛇的形象演变过来的，例如上古神话传说中，伏羲和女娲的形象就为蛇的化身，这一个就可说明了龙和蛇的联系。另外有考古也发现，早起出土的一些玉器、陶罐上面也出现了类似蛇的龙形，所以蛇与龙有许多的相同之处，所以蛇年也被称为小龙年，象征的是智慧、吉祥如意、事业腾飞之意。第二个特点，明年的蛇年是双春年，就是说一年里面有2个立春，意味着双倍的生机和福气，生气无限，预示着各行各业都会有更好的发展潜力。如果错过了，就要等到下一个甲子，也就是2085年。第三个特点，明年是双春兼闰月，闰的就是6月份，说明生长周期延长，更有利于丰收。在民间传统认为，闰6月被视为一个吉祥的月份。闰月的出现意味着农作物有更多的时间来积累养分和成熟，更容易获得大丰收。再加上闰6月并不常见，几十年才出现一次，所以对于农民来说，2025年会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好年景。2025年这个年份非同寻常，
为了来年有一个好的开始，建议你提前了解这些习俗并做好准备。老人常说，青蛇逢双春，五人要穿红，这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含义？五人又是指哪些人呢？答案来了，首当其冲，需要穿红色的肯定是属蛇的人。民间有这样的传统观念，只要是本命年，无论年龄大小，身上都应带有红色。我们普遍认为，红色不仅能够压制厄运，还能给予人们勇气和信心。其次，特殊属相的人，古人认为2025年有其他几个生肖也犯太岁，他们分别是属猪、属猴、属虎。这几个生肖的朋友们，不妨也穿点红色，图个心安。另外，多多培育福报，多做善事，谨言慎行，一切都能够平安度过。第三是小孩子，红色象征着希望与活力，表达了家人对孩子的美好祝愿，同时也期盼红色能够护佑所有孩子健康成长。第四是孕妇，寓意着母子平安。孕妇在蛇年要穿红色的衣服，尤其是贴身衣物，寓意着母子平安。第五，体弱多病、运气不佳的人，身体弱的想要转运的朋友，记得穿红。红色代表阳气喜气，能够提升精气神，让自己旺起来。那么所谓的穿红是指什么呢？其实这并不是要求全身红装，而是指红内衣、红腰带和红袜子。我们可以选其中一种，提前准备好放在家中。2025年何时穿红最佳？有2个特别的日子适宜穿红，一是正月初一，春节之际，穿红更能增添喜庆；二是立春之日，作为一年的开始。立春意味着新循环的开启，在我国有立春避春的习俗，即避免触犯太岁，因此选择在这天穿红，以期带来好运。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自己塑造的，努力善良以及明智的选择定能助你成功。不论如何，希望大家都能顺利度过2025年，迎接幸福与好运的到来。有缘人，再过1个月就要迎来春节了。作为古老的东方大国，中国人对1年1度的春节极为重视，对新的一年也寄予了新的展望与期盼，希望自己来年可以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。所以为了让一家老小在新年里都能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家里的老人就会强调新年躲春的习俗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，躲春并非字面意义上的躲避春天，而是指通过一些养生和调整，来避免在特殊年份中可能出现的身体不适或运势不佳。躲春顾名思义就是躲立春，是我们民间由来已久的立春习俗。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，人们将立春视为一年的开始，也是天地万物磁场发生重要转变的时间段。因此，老传统认为，在立春交接的时候，
应多加注意。主要和躲太岁的民俗有关。俗话道，动了太岁头上土，无灾也有祸。在中国民间神话传说中，太岁是纪元岁星，掌管着人间一年的吉凶祸福。每年到了立春交接之时，两个值年太岁会进行交接，所谓的冲太岁、躲太岁，说法正是由此而来。4人要躲春，指哪4人？在民俗老传统中，并不是所有人在立春交节都需要躲春，主要指的是当年生肖冲太岁的人，具体为下面这4人。生肖蛇为2025乙巳蛇年的本命年生肖，是这一年的值太岁，也叫年冲。生肖猪，猪在12地支中的亥位，蛇在12地支中的巳位，4亥相冲，所以是这一年的冲太岁，也叫对冲。生肖猴，猴在12地支中的申位，与蛇所在的地支位是90度角的关系，民间也有4申相破的说法，属于破太岁，也叫偏冲。生肖虎，虎对应的是12地支中的寅，在我国民间有寅虎与巳蛇相害之说，所以便是害太岁。躲春的时间节点，立春作为24节气之首，在传统观念里是阳气渐生、新旧交替的重要时刻，所以躲春的关键时间就是立春之时。2025年的立春时间为2月3日22时10分，而通常建议的躲春时段大致是在立春前后各1个小时左右，也就是从2月3日21时10分开始，至23时10分结束。在这段时间里，需要严格按照躲春的要求来行事，以确保能避开可能影响运势的不利气场变化。躲春的场所选择安静独处空间优先，要选择一个相对独立、安静且封闭的空间，例如家中的卧室、书房等。卧室本就是休息放松相对私密的场所，其气场相对稳定，能够给予躲春之人一种宁静的氛围。书房同样也具备安静，能让人静下心来的特质，有助于在躲春过程中排除外界干扰，使自身与外界的不利气场隔离开来。环境布置需谨慎，选定场所后，要确保门窗关闭严实，可拉上窗帘，让室内处于一种避光的状态。光线过强可能会破坏躲春所需要的静谧气场，而且传统观念认为，立春交接之时，外界气场较为混杂，避光能更好地守护自身气场不受干扰。躲春时的行为禁忌，保持安静状态，在躲春的整个过程中必须要保持绝对的安静，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，不能说话聊天，无论是与家人朋友交谈，还是接听拨打电话都不可以，因为言语可能会打破自身营造的平静气场，引来外界不利气场的干扰，避免人际交往。躲春期间严禁与他人接触，
要独自待在选定的空间内，不能外出串门，也不要接待来访的客人，哪怕是熟悉的亲人朋友也不行。这是因为他人身上同样带有各自的气场，立春交接时，外界气场本就复杂多变，与人接触容易使自身气场与外界气场混杂，破坏躲春的初衷，影响运势的平稳过渡，维持平和心态。除了外在行为上的约束，内在的心态调整也不容忽视，要尽可能地让自己保持平和放松的心态，避免出现焦虑、烦躁、生气等负面情绪。可以通过简单的冥想、深呼吸等方式来平复心境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身，感受内心的宁静，使自己的气场处于一种和谐稳定的状态。若在躲春过程中思绪杂乱，情绪波动较大，也会对躲春效果大打折扣，无法达到期望中的趋吉避凶目的。需要明确的是，关于躲春的说法属于传统民俗文化范畴，虽然并没有科学依据来证实其对运势等方面的实际影响，但它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，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传承的一部分，至今仍在民间有着一定的影响力。很多人遵循这些传统做法，也是为了求个心安，传承民俗文化传统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，提前祝愿大家2025年开年大吉，吉祥如意，旺上一整年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